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个冲突特别讲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然后法利赛人呢就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呢？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对话那耶稣就挑战他们说，你们也在安息日做工为什么我来治病的时候你却来指责我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它最后暴露出来一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今天接下来要讲的一段话，就是你看到好像是耶稣跟法利赛人好像是两方的势力或者是两群人的一个争论，但其实本质上它不仅仅是这两群人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两个国度当中的征战。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特别把神的国再一次的引出，告诉我们说神的国是什么，然后呢他让我们聚焦在神的国的特征上面，就是神的国有怎样的特征，我们要怎么样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去服侍，然后呢展现出那些跟神的国不符合的或者是敌对神的国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世界的国或者撒旦的国，它是怎么样的，它跟神的国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所以这也是耶稣接下来把这个重心引到了神的国的上面，让我们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一个争论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它不是代表个人的，它是代表了背后两个国度观。所以在讲到国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要说了那你觉得在一个这种国当中这个 kingdom 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谢谢。作为一个国，我们说一个国你想那个咱们可以不用现在的这种国的一个概念去理解，我们可以按照古代的时候，他们当说一个国家的时候或者一个国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你怎么说那是一个国，然后突然那个国又没了，又换了一个新的国那你怎么判断这个国它有还是没有，或者是然后换了一个新的王朝一个国度上来呢？你是按照什么来去判断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好像人民都是人民换了几代还是人百姓都没怎么变化，好像改朝换代的时候是什么在换呢？对，是王在换。所以这个 kingdom 最重要的是 king， 当这个王他在这个国度当中的时候，他掌管这个国度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国的一个因素这个元素。所以上帝的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谁是王，谁是这个 king， 这个很关键。是谁呢？那当然是耶稣了所以我们第一点会讲耶稣的第一次来开启了神的国。那同样的这个世界的国，就是跟神的国相对的这个国，他的王是谁？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对不对？所以最终的归根结底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其实是两个王的征战，一个是世界的王魔鬼，一个是什么呢？上帝国度的君王，就是耶稣。这是第一个，我们等一会儿来看。第二个，耶稣就讲了神的国的一些特征，在这里面他特别提出两个特征，一个是指向神的国它会不断的成长并达到完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神的国呢是难以捉摸的，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它最后要显露出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那耶稣就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所以耶稣是想让我们明白神的国它的特征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一个国度。那还记得在不管是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耶稣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是传一个怎样的福音呢？如果你看他讲的内容，他是以神的国为核心的，对不对所以耶稣第一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施洗约翰被抓了以后，他出来他的服事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路加的开篇呢耶稣的第一次的服事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然后他特别讲我奉差原是为此，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被差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去传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神国的福音。所以如果这个福音跟神的国没有联系到一起我们这个福音传的是不全的。因为当你讲到这个国的时候，它就涉及到方方面面了待会儿我们会来看，这个神的国不仅有君王，同时还有百姓，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度的
一个我们说有这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哈那神的国也有他自己一套的体系。同样的，神的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一套的价值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这一切是我们的信仰。你发现这个福音它不仅仅说你就信耶稣得永生，不是那么简单，它是包含在你生命的方方面面。所以福音要对付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从不信到信那么简单，它更是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样式。它是让我们过出一个就是我们的全人，我们整个的人的整个的生活都应该被福音来改变。所以耶稣第一次的到来是他开启了神的国。所以他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只能说神的国都是隐藏的。他借着在旧约的以色列国好像是预表着那将要来到的神的国那以色列的那些王大卫也好一开始是从第一个是从这个扫罗然后大卫等等，这些王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对吧？预表那位将要来的耶稣，只不过这些王都预表的不好做的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旧约里面，你看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王也不是很完美的，但是他却指向这个将要来临的完美的这个君王，这个神的国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来了，第一次来这就是他开启了神的国。所以我特别讲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第二次再来，而第二次再来是他要干什么呢？他就要成全他的国度了所以这就是耶稣接下来讲的这句话。他说神的国像什么呢？像一个芥菜种，很小马可福音里面就说这个芥菜种很小，但是呢长大以后呢就会很大，然后呢不仅很大，而且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这个荫下就是天上的飞鸟都可以站在它的枝子上。所以神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它一开始呢是很小的，慢慢发展然后不断的壮大。那当然现在从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一战发展。然后呢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长大，就是说这个成树就是说长大完成。所以这个神的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那这里我特别也讲到了，他提到说这个芥菜种他讲到这个飞鸟这些，其实这是耶稣引用旧约圣经的一个图画是引用在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17章的时候那里面特别讲到神就有个预言说神的国要降临，神的国要来到我们当中。那他有一个预言是怎样的预言呢？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树鞘拧去栽上，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香柏树，然后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然后怎么样等等。所以神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说他的国来降临了以后呢，就好像这个树就长大，然后鸟就在它的枝子底下所以耶稣也用这句同样的一个这个图画一个比喻吧，可以说。然后呢他是想要让我们人知道说，在旧约以西结书的这个应许现在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开始应验了，就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从零开始发展起来了以至于它会发展的更大，不断的完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全，我们还是在一个所谓已然而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呢，对于我们这一群比较特殊的人我们经历神的国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神国度的一个扩展，尤其你回顾这2000年历史你看到神国度的一个发展，但同时呢这个发展也是不完全的，对不对？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了在这个历史当中，包括我们现今也是一样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可以说我们都在不断的进步吧不断的改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到真正的完全，只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降临，是吧？所以我们的主祷文里面特别有一句是说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正在降临的过程当中那什么时候完全的降临呢？那你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到了
那在启示录，那当然这就是讲到耶稣要再来了哈，那要结束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他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也就是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当然，神的帐幕这个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国跟我们同在啊，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们的子民。所以什么时候再来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国才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现在还没有，对不对嘛？现在还没有吧？啊，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达到完全。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虽然这个神的国度的进程是神自己来支配的，可是我们作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就有必要来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成为神国度当中的子民。这是第二个神国度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不断在发展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不要觉得诧异啊，因为大家都不完全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了，这个跟在耶稣来以前，就是第一次来以前，旧约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感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国已经降临，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来体验到神国度的滋味啊，这是感谢神。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说用了一个面酵的比喻，他说我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他说好像有妇人把这个面酵然后藏在3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个很有意思的哈，你看这个面酵一点点把这个面发起来很大，跟刚才那个呢那个种子长成大树呢有点像，都是从小变大但是呢，这个比喻里面它的重点是在哪一个字呢？就是藏，就是说这个面酵你看不见它是藏起来，它隐藏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整个面都发起来。虽然你看不见这个小的面酵，但是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能够把整团面发起来所以你知道神的国好像在人的眼中来看，就是神国在哪里呢？神国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他的门徒也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看不见神的国呀，我们看到都是美国，看到这个什么中国，看到什么新加坡，看到不同的国，那神的国是哪一个呢？我们看不见，好像神的国是隐藏的，这是神的国度的一个特点它是藏起来，你看不见它，可是呢，它可以慢慢的发起来，产生这个重要的影响力和价值。这个是关键。那其实路加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这2点一个是神国度的已然和未然已经开始，但是没有完全成就；另外一个呢是提到神的国好像是难以捉摸的，好像是没有信的人是看不见的甚至信的人有些时候也看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见那个面酵，但是它的力量却在发挥神国度的这个能力在彰显。这是2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有提到，因为在这个比喻一系列当中，还有第3个部分呢是路加在这里没有提，但是马太有提到，就是他提到神国度的一个价值和筛选就在这2个比喻之后呢，马太还讲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这个宝贝藏在地里当然这个有点像那个面酵它是藏起来你看不见。但是当人看到了它，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因为他知道那个地里面有宝贝嘛他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的买这个珠子。然后天国呢，又好像这个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不好的丢弃了。然后在马太的叙事当中呢，最后他特别有讲了世界的末了就讲到神国度最终成全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天使要出来，从义人把恶人分别出来就是说这个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你发现跟刚才那2个比喻有类似的地方，一个就是
它是隐藏的，一般人你没看见。但是当你真的看见了，神打开你的眼睛，看见它的价值以后呢，你会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你会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主，来进入神的国度当中，因为你看到它的价值，对不对啊？那然后呢，他特别又提到说，天国呢还有一个筛选的机制，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神的国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存在，世界的国也不是一个中性的存在。魔鬼的国度，它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就一定要拉你下水的，对不对？它一定要拉你下地狱的，是不是？它一定要拉你跟上帝对着干的。所以它有它一套的价值观，而神的国度呢，也有一套价值观，而这套价值观跟世界的这个国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世界以为好的，在神的眼中看来可能不是好的，而我们难就难在我们又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又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当中，所以呢，我们会被两个国度的价值观来拉扯，然后有些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好，哪个是坏。我们经常被这种拉扯当中啊，可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他有一个标准，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好的就收起来，不好的呢拿去焚烧，那就指向了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国他有他自己一套的价值体系和筛选的机制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接下来路加就会提到了说，这个天国这个路是窄的，对不对？啊，我们要走这个窄门啊，门是窄的，你要去走窄门，你要走这个窄路啊，寻求的人是少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知道神国度当中它有它自己一套的价值。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要明白神国度的一个价值是什么。神在神的国度当中认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是我们常举的3个例子来表明世界的国跟神的国的它的一个本质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在神的国度当中，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为首的就要为仆，对不对？你要去为大的，你要做众人的仆人，你要去侍奉，你要去服侍人。就像耶稣说，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啊，是来服侍人，对不对？所以这种服侍的观点跟这个世界的王，或者说这个世界的这个有权有势的人的这个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谁服侍谁呢？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那为什么大家都挤破头要去当官呢？啊，为什么要往上走呢？他是想走到上面以后呢，有更多的人来服侍他。这也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要像那些外邦的君王一样，他们是把自己当成施恩者，当成这个别人来服侍他。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为首的要为仆，对不对？我们要去服侍人。所以耶稣他有说，在前的要在后，为大的要为小。这个就是跟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你想做所谓的人上人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是来自于世界的价值观，是来自于魔鬼的价值观。他告诉你，你要踩在别人的身上，你要为自己的利益啊，你要去争取。可是天国的价值观是反过来的，他说你要放下你的权柄，你要放下你自己，你要谦卑，你要去服侍人。这个很难做到，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国的一个价值观。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经常讲到说，神的国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个内在的是指什么呢？就是神更看重你的心，你的品格，你对神是怎样的一个心？你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善呢，是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呢，还是你的心充满了恶毒，充满了诡诈，充满了罪恶？可是这个世界不看你的心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看的就是你的外表。所以神也说，这个世人看人就是什么？人看人是按外貌看人，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对不对？这个世界评判人的标准都是看你的外貌啊，你的长相，你的行为，你的头衔，你的学历，你的各个方面嘛，所以
这个世界所看重的是这些价值，可是神看重的是什么？是里面的。所以神的国和世界的国在这当中是里外是颠倒的。神看重的是你的里面，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良善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基督品格样式的人？这也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提多书1章，保罗在选教会执事长老的时候，你看见他在选教会 leader 的时候，领袖的时候，他的要求跟这个世界的人在选领导的时候你们如果公司选 CEO 选这些你知道完全是相反的。这个世界怎么选 leader 呢？看能力是不是？看能力，有些时候有些人还是要看有这个脸皮厚，是不是才能当上 leader 可是呢，神的国度选的这些 leader 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神的要求刚刚我讲了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它都是对品格的要求，是对你内在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有没有结出来这样的一个品格的要求。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些才是神国度当中的一个说好的和不好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挣扎，我们会把世界的这一套东西呢带过来，因为你觉得在世界上这一套是 work 的，你跟你的老板也好，下属也好，你压榨他或者是你欺负他是 work 的，他听你的话。可是在教会你不能把这一套带过来，你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行得通。为什么？因为神的国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所以这是一个。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这种颠倒是什么颠倒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未来的一个看法对未来的一个盼望的看法。这个世界的人呢，怎么看待未来呢？这个世界人他要透过当下来去判断未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我们路加福音刚才就是前几次讲的那个财主还记得吗？他是怎么用当下判断未来？他当下现在很有钱，所以他就说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盖更大的房子，这样我的未来就可以吃喝快乐，对不对吗？我才可以有好的保障。所以这个世界的人他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基于现在，就是我现在我有什么，我要好好的努力赚钱，我要好好努力工作，我要好好的培训我的孩子怎么样，以至于他在未来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个怎么样。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你要现在好好的为将来做一个好的打算，为自己呢为将来预备所以我刚刚讲这3点，如果你跟不信的人说，他们听了就觉得哇，讲得太对了，就是这样的。那谁不为未来打算呢？是不是嘛？那谁不想去做领导呢？谁不想去让别人服侍我做人上人呢？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价值观在不信的人当中是非常吃香的，他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告诉他哇，你走到上面之后你还要服侍人，做最小的，那他就不愿意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世界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你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保险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你为什么要买这份保障你要为你的未来，你要知道万一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你现在有个保障你要避险，你要怎么样。可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已经把未来告诉我们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未来是一个确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事情。也正是因为不信的人他不相信嘛，所以对他来说那个未来是不确定的，是不是？所以他才要想方设法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为未来做打算。所以对未来是没有盼望的，除非他在今天准备的足够，他认为他准备的足够，他才可以觉得未来他可以安心一点。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如何活在当下呢？我们是按照那个已经成就的未来活在当下。就是说神的国其实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这个救恩，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未来在神的那里已经确定了，这是在启示录里面都已经向我们展现出来了所以神不让我们为未来担心，甚至连明天你都不用忧虑
对不对？因为你的未来、你的明天都在神的手中掌管，是已经确定的。可是如果我们还像不信的人一样去忧虑，那就表明什么呢？我们没有真正相信那个未来，我们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对我们的承诺、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还觉得，哎呀不行，你讲那个我看不见，你的国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我还是要为自己打算。所以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其实都是我们对这个神的国度没有信心，尤其是对他的未来没有信心。可是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未来已经成就了，已经确定的。我们是按照那个确定来活在当下，而不是像不信的人活在当下是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这个是前后的颠倒，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盼望很重要呢？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就像保罗说的，那我们就跟不信的人，我们比他们还糟糕，我们比他们还可怜。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盼望，要知道神的国会得胜，神的国已经得胜，他会继续的得胜。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相信神在未来不管怎么样，我们交托给他，相信他会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这个价值观的判断。那当然你说了，那你告诉我神国的价值，当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些，这是几个例子了。你说还有什么其他例子呢？还有关于神的国度的跟世界的国不一样的吗？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神的国度的这个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基本上每一个方面都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舒服，你来到教会里面，在神的国你也觉得很舒服，那就麻烦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觉得活得很挣扎，那就对了，就表明你就是在这两个国度当中的征战。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属灵的征战，是不是？特别讲到天使天军在此时此刻他们就在与魔鬼的国度在征战。魔鬼不仅他一个人呢，他还有堕落的天使跟他一起的呢，是不是？他也要得到人的灵魂，他要跟神的国度在打仗。天使天军都在不断的打仗，每时每刻都在打仗。那我们呢？我们在当中如果觉得很平安的话，或者是觉得好像没感受到什么这个征战的话，那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国度的张力，其实更加的证明神国度的真实性。那最后我其实想要讲重点是讲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还是比较这个 general 的，就是说这个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的一个差别。但是具体到教会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把教会赐下来所以神的国看起来比较抽象，所以当时的门徒就问说，神的国在哪里啦？其实这个问题就问错了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就意思说你们就是代表神的国，你们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因为你们相信的是什么？是同一位主所以这个主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所以那这个你们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那这个到后面你就知道，那这个你们就是指教会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论述的比较清晰了我就要特别讲讲神的国和教会的关系。神的国和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国的问题了有国王法律呢是什么呢？我们学圣经其实就在学神的国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它有什么样的法律律法，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观对不对？我们读圣经，我们来听到，我们不就学这些吗？我们其实所学的一切都是跟神的国相关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有国王有这些法律，有这一套体系之外呢，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国民。你看英文，在这个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特别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的一个词。你们是什么？公民因为你知道在罗马那个时代什么是公民，什么不是公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对不对？公民有什么样的特权，公民有什么样的责任，那是跟那个非公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嘛？所以保罗是不是罗马公民是，所以他享受了一些罗马特权，只不过这个特权就是他死的时候不用被钉十字架而已
因为罗马公民不能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被砍头。彼得就不是公民，彼得就要被钉十字架这是唯一的一个好处其他的好处他没得到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个界限，就是你是不是公民，你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是不一样的。那在哥林多后书5章20节，他特别有讲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呢？使者。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的含义，你看英文就知道是什么。Ambassador 是什么呢？如果你现在理解是什么呢？大使，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就能理解了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可能没有人做大使吧没有人做大使所以可能感受不那么清楚。但是呢，有一次我感受比较清楚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办这个签证去美领馆，而那次办签证的时候呢，刚好是赶上万圣节，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就基本上国内不怎么过万圣节这个东西了也没有什么这个意识要过这个节，大家都是过年对吧？过什么元宵节过清明节，可能这些大家比较有拥有感这个是好像是中国文化里面过这些东西。那万圣节呢，一听就是那是西方的，那是美国的或怎么样。那我去那天刚好是万圣节，但是其实没有人知道是或者是意识到这是个节日。是怎么意识到呢？就是我们办签证的时候，突然有个工作人员就跑出来，给每一个排队在那办签的人都发个糖，说 Happy Halloween 什么什么什么万圣节快乐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说他其实他有一个身份的认同。他虽然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他是跟这个国家打交道，可是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美国的大使，他代表的是美国。他代表了美国，不仅仅是代表给你发签证这个权柄，同时他也在过他的一个美国的这种生活，包括连洗手池的这个厕所的洗手池都是 American Standard 是吧？还有这个你吃的饭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包括它的节日也好什么也好，它都是美国标准。你发现美国的使馆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不管在美国不管在这个什么中国在非洲在印度在哪里我问你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在判断要不要给一个人签证的时候，他是按照你国家的风俗你国家的文化，你国家的这些人民的这些的想法来去做判断，还是按照他们美国的标准来判断？就是这么简单。他才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你是什么文化，你是什么种族，你来到我这里办签证，我就是美国标准。哪怕你有千万种理由，他给你拒了，你上诉没有办法，他就是有这个权柄，是不是？他根本不会管你是哪个国的因为我代表的就是美国的，所以我作为美国的这个公民，作为这个大使，我所做的决定不是代表我个人，我是代表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所以当保罗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时候，形容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当中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神国度的百姓和子民 citizen 又是大使，可是我们代表的不像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一个美国这个领事馆的这些签证官，所有的人只要来办签证都给他签证的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既然代表这个国，你就得代表的像，所以你不能让别人觉得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就原来是这样的，神的国原来是这样的，那我就不想信了，是不是？我不想进入你这个国，你的国太糟糕了。所以我们不能推脱这个责任，因为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就是看到了基督的使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代表基督的。你说我不想代表基督，那没办法，你不想代表基督，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要去 argue 到底要不要代表基督，已经这个你没办法推脱了，关键是能不能代表的好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代表不好呢，有一天呢，这个神要向我们问责。所以为什么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呢？就这个原因，神首先要审判自己人，对不对啊？有没有代表好基督的使者？所以如果你没有，就像我说的那个美国的签证官，他为什么可以代表美国？因为他整个的一套的价值体系、生活的这个 style， 所有的他整个的这个世界观，所有的一切运作方式都是跟这个他的国是一致的，所以他可以代表。那我们也应该是跟我们所代表的神的国一致的才对嘛，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这两个政治用语啊，保罗是特别故意使用的，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国不仅仅是说一个好像虚无缥缈的存在，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国，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他的国度当中的子民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又要提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听得不舒服啊。那不仅我们每个人要代表神啊，就是你说那这个教会同样，教会是神国的大使馆，对不对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我们是大使嘛，是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当中啊，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对吧？那神的国降临了以后呢，神就设立了教会作为天国的像这个使馆一样啊，那扎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宣扬神国的价值观，来去呢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度当中，是吧？那这个是教会本来应该要去做的这个职责。所以教会一定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啊，这个很关键。如果你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啊，那个美领馆跟那个跟中国的那个领事馆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嘛，是不是？它一定有分别，因为它代表的是背后不同的这个国王，代表了不同的这个 king， 是不是？你到底是来代表基督的，你还代表这个世界的，是不是？所以对于教会来说，我们也要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意识，说我们也是教会，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代表神的国的。那你说有些教会代表的非常不好啊，甚至有些这个牧师也是一样的哈，你看有各种跌倒的，各种怎么样的啊？所以我说你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神的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就是你作为这个代表，你是推脱不掉的。你不能说你犯罪了，说啊，我现在不代表神了，我不代表这个啊，你做得好了你就代表神，不是的。那这个代表神已经托付给你这个责任了，你就是神的国度的这个使者啊。可是当他没代表好的时候呢，没做好的时候呢，那神会来审判。这也是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对那些服侍的人有加重的审判。那神要亲自的算账的，我让你去代表了，对吧？结果你没有代表好，那你要承受这个，所以责任跟这个权利是这个同等的啊。就像我讲比如说我之前在讲道，我是在代表谁讲道？我是代表我自己吗？如果我只是代表我来讲道，那你们不用听我的。那我是代表谁？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宣教的时候，你是代表你自己吗？你是代表谁？所以那在这当中说啊，你这样说啊，你代表神，那你看那牧师在台上乱讲一气的，他怎么代表神？这还是我刚刚讲的，神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了。你如果给别人传福音，你是代表神的国度大使，跟别人传福音，你乱传一气，是不是？你传一个假的福音，那你要受到神的惩罚。我在这里讲到，如果是代表我自己，我就没有责任；但是如果是代表神，我乱讲的话，神要惩罚，而且是加倍的惩罚，是不是？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会说你要逃避讲台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你要知道那个责任重大，你要知道做神国度的这个国民责任重大，不是随随便便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你看很多人入美国国籍就是这样的啊，去宣誓的时候啊宣誓，你没有看你宣誓的内容是什么吗？你没有意识到你宣誓的那个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吗？你没有发现，如果你现在加入美国国籍的，如果有一天中国跟美国打仗，你要向着谁啊？我问你啊，你要拿起武器打谁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你宣誓的时候怎么说的？你效忠哪一个国家？一谈到责任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谈。哎呀，不要！一谈到福利好，那大家都跑到美国。
一谈到责任的时候，马上就不敢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好信主好，信主好，责任从来不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我们代表的不好神要审判，审判中神的家旗，这个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你也不要羡慕说，哎呀，他为什么可以代表神呢？我不说了吗？责任同时代表着权利，也代表了责任。神既然托付这些人他也要找他们要的更多神给你3000，你不要总是嫉妒那个5000的；神给你1000，你也不要嫉妒那10000的。你主要看的是神给你托付多少，他找你要多少，对不对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呢，我就要提了神国度的子民，怎么可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呢？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拉你进来。我不是说给你盖个签证你就进来了，这个签证这个印记是圣灵的印记。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谁可以进神的国？圣灵亲自盖章这个印记，圣灵重生了你，你才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如果圣灵不拣选我们，不重生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国度当中感谢主。那进来了之后呢，那你有了个重生的生命了，你就需要好好的活出神国度的样式所以有几节经文呢，我可能也跟大家就是稍微提一下，我们怎么活出神的样式。这里面也都是举一些例子了。那保罗他就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看到当每一次圣经里面论述神的国的时候，都会跟这个世界的国进行对比。世界的国在乎什么？不就是吃喝吗？是不是那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所以神的国他有他一套的标准，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这个是要我们去好好学习的。如果我们不去学习，不去读圣经，不去看神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出神国度当中的这个意思感谢主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希望大家记住几点。第一个，你记住你是一个大使你的身份提高了，你是神国度的使者，你讲话做事情言行举止不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代表的是这个背后的国王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差遣你进入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呢来征战，为神的国来征战，对吧？得到灵魂。我们自己一方面要活出这个神国度的样式，同时也要为神的国得到灵魂。那还有呢，你要记住，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分别，没有好好的履行我们作为基督大使的责任，神要这个审判我们的求神怜悯我们最后我总结，第一个，耶稣基督开启了神的国度。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了，人类历史就开始发生了转折点，神的国介入神的这个国度当中的子民开始活出神国度的样式。我们都在效忠同一位王，就是基督。第二，神国度当中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已然而未然，就是说神的国呢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就。那就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代表神的国度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差，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这个 OK， 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这个重新不断的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尽可能尽努力的来去代表神的国那作为神国的子民呢，我们要活出神国的样式神的国现在是很微小的，看不见的好像是像那个酵一样，像那个种子一样，但是借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展我们如何活出神的样式呢？那就是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看看神的启示让我们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感恩你第一次来把神的国带来，让我们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也让我们看到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战胜了魔鬼你的国已经得胜了
那只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你还没有再来，这个国还没有真正的最后的得胜。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坚守住信仰，让我们可以能够忍耐等候，能够好好的活出主你的样式，也同时知道主你已经托付给我们使命了，就是那个大使命大诫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活出你国度的样子，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不要再像没有信主以前那样的生命，而是有个真的新的生命，来作为基督你的大使，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能够活出那不一样的人生，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那真实存在的神的国。主要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经常还被这个世界的国所拉扯，我们还会被魔鬼所欺骗，我们还容易陷入这个世界的网络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你已经得胜了，我们也可以得胜。就求你帮助我们脱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把我们真的是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迁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侍奉这个世界的网，而是来效法基督，来侍奉你。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担心，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已经会赦免我们，你已经会帮助我们，你必定会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走完这条道路。主要感谢你，就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颗服侍你的心，愿意活出神国度样式的心每一天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